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还真有些渴了。上马奶酒。义渠君过去总念叨，说草原上的马奶子酒好。朕过去尝过，觉得不过如此。今日尝了，才发现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能得太后的夸奖，真不容易啊！哼，这太后口味这么挑剔，而且时时都能变。义渠君的话有趣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与义渠君说。是。虎卫将军，我没事了，下去吧。你来我草原干什么？这是我大秦的草原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在咸阳做你的太后啊，我在我草原做我的义渠君，咱们江水不犯河水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大秦受封的臣子，受我大秦管辖，何况你还欠了债。我是来向你讨债的。胡说！我欠债？我自归降于秦国，我从来就没欠过债。我义渠次次那都是按时足量上交朝贡的。你想赖？你欠我的情债呢？明明是你心里装着别人。哎，你说我欠你，你欠我还差不多。哎呀，真是个不明事理的野马驹。我这里已经装得满满的，哪还装得下别人？装得满满的？哼，你装的什么满满的？一个小小的孩儿。小孩儿？哪来的小孩儿？自然是你给我的。啊？我有身孕了，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。哎呀，这孩儿真是可怜。你是说，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是我的？除了你，还能是谁的？太好了，我有孩儿了！我有孩儿了！我义渠有继承人了！一个要做父亲的人，动不动就野马无缰，疯疯癫癫，说走就走，将妻儿弃之不顾。都是翟离的错，都是翟离的错。按大秦律法，该如何罚你？这总不至于砍头吧？啊？总不能让孩儿一出生就没了父亲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。那照这么说，哎，他黄歇也该罚呀？为什么？切，他竟敢胆大包天叫你月儿，月儿是他能叫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与他虽有情谊，但清白如水。而且我与他之间的情谊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男女之情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那样？你不明白。如何才能叫你放心？你若真想让我放心，那就跟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让长生天见证你我结为夫妻。我愿意。
真的愿意？我愿意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可惜呀，老吴死了。他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啊，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。老吴为何不看好我们的姻缘？他呀，老糊涂了。咱们这明明是桩喜事，他非说是祸事，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？他真的是这么说的。别听他的。大王，喝口水吧。放下吧。母后从义渠草原回来了。果然知道，已经回来好几日了。大王是否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话呀。母后。母后怎么了？母后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是。是不是那一群人的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是不是那一群人的？是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果然这就去找母后。大王，大王，去不得！大王，
你让开！大王去不得。听说几年前母后就因为误伤义渠君的事儿罚过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寡人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后她跟那个戎地男人生下孩子吧？让开！大王去不得。大王，这种事大王您不能出面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您的娘亲母后啊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职在其中。您跟我说过，母后的一生不易，你若是为她着想，就暂且忍一忍，切莫伤了母子之情啊。可这问题是大秦江山的社稷，我不出面，照样会有人出面。我一个人挡不住众口铄金、朝堂废议，那就让别人出面。如何让别人出面？大王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下有文武百官，他们得知此事，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为您分忧的。大王，您还是装聋作哑的好。怀孕，千真万确。听说2月前太医令尹力就诊断出来了，只是一直瞒着宫内外朝臣。这个该死的义渠君，这是把太后置在火炉上了。左相打算如何？大王知道吗？大王年纪还轻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即刻进宫备撵。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冉帝不知道。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？姐姐，你是太后，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想保住这个孩子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他们虽拦不住我，但他们会在朝堂内外鼓噪，搅乱人心，说我为嬴氏家族抹黑。太后，初离子求见。你去吧。你去告诉初离子，说我身体有恙，3日后朝堂上见。是。冉帝，你去帮我把雍大人请来。大人请回报。太后说，3日后朝堂再见。3日后，到时候恐怕什么都晚了。如今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如果处理不妥，3日后大潮，恐怕群臣会把宣誓殿给掀翻的。太后有所不知，此事如今已经是街头巷尾，人尽皆知，想瞒都瞒不住了。我并非想要隐瞒，雍大人放心，这宣誓殿翻不了。可此事的确难办呐。若不是难事，我怎会找你？虽说世人都言智如初理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雍大人也是我朝中的极致高人。可惜张子不在，处理这等事宜，需张子那样的极致辩才才行。张子虽不在了，但还有你雍大人呢。放眼看去，满朝文武唯一可以放心托付的人，那就是你了。谢谢太后信任，雍瑞将殚精竭虑，尽力不负太后众望。其实还有一人，雍大人或许可以与他商议此事。当真？大人，黄公子到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子
子歇，雍大人啊，快请坐。雍大人，这似乎是在做学问。啊，是啊，在做一场自古至今都没人能做得通的大学问。看来太后为难雍大人了。太后不仅为难我，而且让我找你商议此事，这岂不是要为难你了吗？照我看，这个时候最不该向你提及此事。雍大人不必这么说。太后让你找我来，是因为她早就把我当至亲了。我们之间坦荡相对，毫无隐瞒。这么说，子歇已知此事？街谈巷议，路人皆知。好，那子歇你说，太后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儿，那孩儿既有母就得有父，但明日朝堂之上，太后绝不会向众人提及孩儿的父亲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那就让这个孩儿没有父亲。我翻遍所有典籍，自古往今，这事儿说不通啊！怎么说不通？周人的始祖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吗？既然周人的始祖出生是因为他的母亲吞了个鸟卵，那没有父亲是在情理之中的。赵大夫，那事儿听说了？轻声，轻声，切莫张扬。哼，你还想为他遮丑？出了这事，谁人不知啊？哎，丢人呐！出了这种事儿，让我们怎么面对祖母？哎，怎么面对大秦的列祖列宗啊？今日我要冒死向太后谏言。是啊，为人臣者呀，无死战，稳死谏，当在此时。唐大人，雍大人，雍大人，王大人，各位大人，雍大人，雍大人啊，郑大人，张大人，啊，各位卿大夫，该上朝了。走吧，上朝啊！走了，上朝了，上朝便是。对，您请。太后大王到。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朱清免礼。听说今日上朝之前很是热闹，诸位卿大夫似乎都在议论纷纷，可否告诉朕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司马将军，坐下。哦，你们对朕无可奉告？那朕倒是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不知太后有何事相告？朕有一件大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朕有喜了！哎呦，这种事情简直太荒谬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这种道理啊，
感恩太后，这喜从何来呀？朕是大秦太后，怀的自然是嬴氏之后啊。太后此言实在是荒唐啊！难道先王去世数年还能够？将军真是聪明人。朕数月前曾梦见先王，先王伤感，嬴氏子孙人丁单薄，大王孤单，缺少臂膀，故与朕入梦，孕育子嗣。这说不通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简直是不信谈呐！太荒唐了，这就是，荒唐。朱清不为先王贺，也不为朕贺吗？看来你们竟是大喜过望，喜不自胜了。但朕这会儿身子有些不适，甚感倦怠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太后，太后，此事太过急患，难以取水清大祸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匪夷所思，听我一言。荣瑞，你为何要阻拦主人？对呀，此事就这么完了。诸位追上去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说呢？诸位争执半天，无非想要太后给一个交代。如今太后已经给出了交代，诸位还不满意吗？哼，这也算交代？是啊，这就是。先王托梦，太后有身，这简直是拿我们当3岁小儿。就是啊，对呀。那各位想要太后怎样的交代啊？大秦嬴氏，王家血脉，极容混淆。那各位想要怎样？难道要逼一个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吗？你等谁敢？谁想动手？先过了我这一关。那也不能冒充嬴氏血脉。嬴氏毕竟是王家血脉。是啊，诸位，就是啊，既然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太后生下这个孩子，那倒不如想想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该姓什么？难道姓义渠君的姓吗？那他成年以后要不要分封？分封完了，封地归谁？归义渠？不行。大秦将士辛苦得来的疆土，岂能属于外姓？说道理，那只有姓嬴了。这断断不可。我等身为大秦之臣，若是坐视王家血脉从此淆乱不堪，何以对先王？何以对列国？何以对后人？列国？列国早有此先例。胡说！哪来的先例？诸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秦的图腾——玄鸟。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周人始祖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，而生下周人始祖契。敢问，契之父在哪里？秦人始祖的母亲姜原采巨人足迹，而生下秦人始祖契。请问，契之父又是谁？那只是古时传说，何以能用之今世？
就是啊，好，始祖门太原，那就说说今人。当今列国最强者齐国，齐国当中，国力与疆土能与我大秦相匹配的，除了楚国，还有齐国，对否？雍大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楚离子，今日必须把话说开了。你。楚离子，齐国又如何？齐国原为姜子牙的封地，齐国国君原本代代姓姜，如今却为田氏所代。为何？田氏原为齐国之臣，一心渴望获得王权，无奈族中人丁单薄，无人帮衬，徒呼奈何。于是田成子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广纳美姬，大招宾客，令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而不进，几年之间就多了70几个儿子。田氏因此而得以人丁兴旺，实力大增。至田襄子时，一举取代姜氏，而成为齐国之王。此为荣焉，耻焉。诸位，太后生子，当为嬴姓妇。自然是要姓嬴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儿臣恳请母后收回成命。为什么？儿臣是一国之君，母后若在朝廷上下被人戳指脊梁，儿臣惶惑如何治理国家？更何况，母后不该罔顾臣民心意，毁了您的名声。大道理不必说了。今日大朝，雍瑞的那番话，难道无人转告你？儿臣不能接受，请母后治雍瑞陈宁之罪。继儿，当初母亲怀上你的时候，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。有人不想让你出事，用了种种手段来算计你的性命。可我终究还是把你保了下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儿，我的骨肉。我就算自己不活，也要保你平安。当日我身处卑微，尚能保住我的孩儿。如今，谁还能再迫使我杀死自己的骨肉？母后，当初与眼下不同，有何不同？难道你是说，我当日怀上你是名正言顺，因为有一日你可能会当上大王，为我带来荣宠，母以子贵，所以你的性命更金贵。而这孩子有可能会为我带来谤言，会让人对你视皮论骨，我就该轻贱他，杀了他。继而，对母亲来说，我腹中的孩儿同你没有差别。你只想讨好那些装腔作势的人，对这孩儿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惜。别忘了，他是你的兄弟姐妹。儿臣是嬴氏子孙，儿臣自有兄弟。是啊，你的嬴氏兄弟们有多少都想要你的性命，要你的脑袋。你宁可要那样的兄弟，也不肯留下母亲腹中的兄弟。母后，儿臣不是容不下你腹中的孩儿，而是您心里根本没有了父王，只要那个义渠君。你父王已经与我天人永隔，你却要我做抉择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执意想认的兄弟们，如今大都被葬在城外的墓地里，而我腹中你的兄弟，却可以和你绕于膝下，做嬴驷的儿子。你来选，要哪一边？母后，你为何要逼我？是你来逼我的。母后，出去。儿臣出去，就跪在殿外，
母后什么时候改变主意，儿臣什么时候起来。随你。儿臣只是凭着一个做儿子的心，求母后改变主意。儿臣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母后好。大王，姐姐，快赐座。姐姐，我们刚才看见大王跪在殿外。他想跪，由他去。这也难怪大王，他毕竟年少气盛，遇事不知道进退。难道姐姐就没有别的法子处置眼下的麻烦？荣兄这是何意？既然姐姐已有身孕，就该力保母子平安。更何况妇人堕胎那是性命交关的事情。我怎能不替姐姐打算？但就算要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们也可以暗中安顿，过后他人又敢说些什么？如今此事已被人四处张扬，让大王颜面无存，让我们不好收场。这倒也是，这些本是内宫事宜，究竟是谁把它传得沸沸扬扬的？我虽已在宣示殿执掌权力，但不甘心情愿臣服的人依然众多，只是无可奈何。宣扬此事，拿他大做文章胁迫于我，挑动继儿与我母子不和的依然大有人在。荣弟，你的谏言并非不可，但却不能用在这个时候，更不能用在我身上。臣弟不明白姐姐的意思。言论汹汹，无非是逼我让步。我平定诸公子之乱，推行商君之政，剥夺了他们诸多旧有权势。如今他们只能示弱，我若退一尺，他们就要进一丈。我若堕胎，接下来我与义渠君之事亦成了罪过。世人做事心中有愧，偷偷摸摸。我若生下这孩儿，暗中抚养安置，那就永远成了对手的利器和束缚我的桎梏。此言有理，是臣弟思虑不周了。魑魅魍魉最喜人过，专喜窥人私隐，杀人于无形。那些不满之人，借此事到处煽风点火。处理子是营氏大宗伯，司马错为人耿直，难免受人蛊惑，上了他们的当。所以遇上此类事情，我绝不退让。你要把私隐之事当成把柄，那我就干脆摊放在炎炎日下，看你又能如何？不错，这天底下的事，再多弯弯绕的心思，终不如以力制胜，以强克弱。姐姐既已决意，无论有何事，我们都会与姐姐同心协力。只是姐姐对大王不要如此的严厉。母子之间若是生分了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这一生唯有与你们二人一母同胞，同气连枝，这种骨肉亲情，刀砍不断，火烧不灭。我想留下这孩儿，不仅是与义渠君的情分，也不是要与那些假惺惺的人硬赌一口气。我只是觉得继儿他太孤单了。
兄先回吧。大王，这样硬撑不是办法。舅舅，你母亲的性子你并非不知，遇强则强，遇刚则刚。对她要以柔克刚，不可以硬碰硬。大王，事缓则圆。你这样跪在这里，伤的是你母后的心。况且太后怀有身孕，不能动气。大王和太后都深系国家，身体要紧。不如听舅舅的话，先回去歇歇，让舅舅来帮你转缓，如何？是母后让舅舅来的。是。我要听母后一句话。你母后已经有话，你先跟我回去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舅舅，难道在母后心中，真的就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吗？你母后心里若没有你，又怎么会让我来劝你？大王，各让一步吧。来，先起来，啊！王后，我来吧。舅舅，不可。既然我是你舅舅，有何不可？会有一点疼。哼，要像个男子汉。你母后若看到你腿上的伤，不知会有多心疼。母后如今心里哪还有我呀？你已成人，要多体谅你母后。你知道你母后为何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儿？她说，她只有大王这一个孩儿，怕大王在这世上太过孤单，所以一心想要给你一个异母同胞的兄弟，好让你们相互扶持、相互照应。荒唐！舅舅，你真的相信这些话吗？我信啊。他若说出其他理由，纵有100个，我也会驳了他。但唯独这个理由，我无言以对。为何？看看我，看看你米荣舅舅。我与他虽然不是同父所生，但你母后不管走到哪儿，有多苦有多难，从未放弃过我们。一有机会就要使我们聚在一起。这世上若还能够有什么让他低头的事，就一定与我们有关。母后他这是姐弟情深。你母后常说，先民之初，人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，便无手足相残之事；待之有父，便有手足相残。兄弟同胞，从母是天性，从父只是利益罢了。眼下之事，他之所以如此固执，不过就是想要给你留下一个骨肉至亲。继儿，
你怎么还不明白你母后的一片苦心呢？舅舅，我的腿不那么疼了。新鲜的青菜，新鲜的青菜，看一看了。大监，皇公子，太后在里边等你呢。好。泥人儿，看看泥人啊。太后，你我之间何必客套？那好，那我就仍称你为月儿。自从先惠文王过世，四方馆就被荒废了。我知道，眼下不是见你的好时候。月儿要见我，我是一定会来的。其实你刚一到咸阳，我就打算与你提及此事，只是日日大小繁杂事务纠缠，反倒把这要紧的一推再推。没想到后来，就有了更多的曲折。月儿是想重新振兴四方馆，不拘一格，招贤纳士。子贤，你懂我。我这样问你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世间最懂我的人，当然是你了。月儿重振四方馆，便能重振大秦。得人才者得天下，这是治国之至理。只是你要与我商讨此事，召我进宫便是。你如今有身孕，最劳累不得，怎可亲临四方馆，车马劳顿？你还是事事把我放在前头。宫里满耳都是老鸭聒噪嘈杂，到这里来，这心反倒可以静下来许多。老鸭日暮聒噪，不去理睬它，自然会散去。别人倒还好，可是继儿本应当与我母子连心，连他也容不下我腹中的孩儿，真叫我心痛。正因为继儿和你母子情深，恐怕他在意的不是别的，而是怕别人夺走了他在你心里的分量。可继儿已经大婚，就算依恋我，也不该如此不通情理。大王宅心仁厚，但无论是谁，面对横刀夺爱，都不愿意听所谓情理二字。记得当日在燕国，雍瑞迎你回秦，我怎不知你对大秦社稷意义之重大，而我偏要百般贬义毁谤，希望阻止你回秦，因为我深知江山让人不堪重负，我怕因此断了你我的缘分。子贤，去吧，去看看大王。他此刻需要的不是别的，而是你的舐犊之情。那这四方馆招贤之事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就让黄歇来打理吧。大王，早膳准备好了。果然身子不舒服，没胃口。早膳是精米粥和枣糕，大王平日最爱吃的。那精米粥和枣糕再好，也比不上母后的手。你未曾品尝，怎知不是母后的手艺？
母后。坐。这精米是今年的新米，枣糕也是早上刚刚蒸就的，还有这几样小菜，继儿尝尝，娘亲的手艺是否比得上从前？继儿，尝尝吧。大王可好吃？香吗？香。其实做精米粥并无诀窍，只是精米头天要泡一夜，小火慢熬才能香糯。这枣糕却是要花点心思的。红枣用清水浸软后去核，加入桂花少许煮片刻，晾凉后再加入蜜糖水和那麦粉，慢慢搅拌均匀，然后将姜倒入蒸盘中，隔水，大约要蒸1个时辰。这么繁琐，母后您这是何苦啊？因为是做给继儿吃的，娘亲做给孩儿吃，做的时候高兴，见孩儿吃的时候更高兴。我5岁便与娘亲分开，刚满7岁，娘亲便过世。我每每见到别的孩儿有娘亲疼爱，这胸口总是会酸酸的痛。决意有一日，若自己有了孩儿，定要对他千般万般的好，即便缺衣少食，也不能缺了娘亲的怜爱。娘亲知道继儿素来爱吃什么，我将教会米瑶给你做精米粥和那枣糕。就算有一日娘亲不在了，继儿也能有人照料，有人心疼。据可靠军情急报，齐魏韩3国已经联盟，合计12万人马出兵讨伐楚国。他们果然动手了。什么理由？楚国与秦国联姻结盟，背叛合纵之约。太后，老臣以为，我大秦应该借机出兵救楚，这也是一次教训他们的好机会。唉，他们也真是小气。人家2个国家结亲娶媳妇，这他们都生气。上次朱公子之乱，他们趁火打劫，从我们手里拿走的城池土地，朕还没有向他们讨要回来呢。看来，对这种不仁不义的人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朕要你为主帅，领兵5万，拿下魏国蒲坂、阳春、丰陵。臣遵旨。米荣将军，臣在。朕给你精兵3万，直取韩国5岁。臣遵旨。楚离子，太后，朕听说你得了脚疾，怎不找太医令给你好好诊治一下？太后，臣老了，到了病找人的时候了。今日医好脚疾，明日又是头疾，不医也罢。楚离子聪明过人，
怎会如此讳疾忌医？木心，小的在。你去一趟太医院，让太医令李密午后去一趟左相府。是，太后。在你的脚疾未医好之前，朕赐你软轿进殿上朝理政。太后，僭越进殿，僭越了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有何僭越？若软轿能顶替王叔的腿脚，那是物尽其用。老夫不爱，倒是太后，太后您多注意身子。我还好，倒是出离子，自从那次雍瑞在大殿里提出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之后，出离子来宫里议政的次数少了许多。老夫除了脚疾不便，还要操持一些宗室事务。出离子是大宗伯，自然事务繁忙。可王叔不仅该关照宗室里的孩儿们是否姓嬴，更该关照他们的心是否也姓嬴。是，太后说得对。快，把那热水端进去，快点啊！手脚都麻利点，快，哎，快点，手脚麻利点啊！热水，快进去，快点啊！这边，再来一盘啊！手脚麻利着点。放好了。回宫。大王，你知道吗？生的是一个男孩。恭喜大王添了一位弟弟。是，我有了一个弟弟。王后，妾身在。你带寡人去看看。是。王弟睡得好香。臣妾替大王过来，大王也替母后高兴。他说让母后安心养好身体，不要牵挂朝政。继儿大婚后，的确懂事很多。瑶儿，你功不可没。母后谬赞。这是宫里新制的玉席，酷暑难耐，继儿怕热，你让她晚上睡这个。臣妾替大王谢过母后。去吧。是。我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总算把今年冬天的粮草解决了。哎呀，哈哈哈！该让我看看我儿子了吧？哎呀，哇，这么小，哈哈！来，让我抱抱。哎呦，你看，我们一看就是父子。谁说的？这孩子的额头长得像你，眼睛却像我。像你一样俊俏。小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他吧。是。把孩子给我吧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因为孩子。
因为想到孩子，想到孩子的将来一定比我更有福。哎呀，这世上谁人能比你更有福啊？啊？他们一定比我有福。待他们长大，大秦强盛，百姓富足，他们兄弟和睦相处，岂不比我更有福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要带他回草原，我要教他骑马牧羊，狩猎征战。哈哈哈哈！我们义渠啊，又多了一位勇士。你要带他回草原？当然，他是未来的草原之王，他要继承我的财产和权利，自然要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。跟我一起回草原吧。那你说说，你要我跟你回草原做什么呢？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这话不错，在哪儿都是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可秦国是个大家，义渠草原相比只是个小家。你让我扔下一个大家去管个小家，这总是不妥吧？或许你想说，我天资鲁钝，只可管理小家，没有管理大家的才能，还是你认定秦国这个大家与你、与我们儿子无关？怎能无关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是大秦的太后，大秦天下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可是你要我跟着你一起回草原的呀。这么说起来，那就先不必了。不过，草原是秦国西北重地，这一阵子西戎的胡人经常对我草原骚扰，让我大秦西北疆土不得安宁。你也该率部去把那里的地鼠狐狸给捉干净。这话对我心思，我明日回营，带虎卫他们出征。不嘛，我在想，这次最好能让魏冉和白起领兵与你一起去讨伐，试一试你们帮着练就的大秦骑兵，你们也可以向他们多学学阵仗武器，如何？我的女人果然与我一条心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母后，寡人昨日去北郊军营验兵，真是阵马锋强，锐不可当啊！是啊，时经2年，大秦铁骑终于成军了。年前，司马将军攻取魏国蒲坂、晋阳、丰陵等城池，米荣将军夺取了韩国5岁。年后，义渠军又带着白起、魏冉荡平了西戎，而后挥师北上，从赵国手中夺回了我们的榆林之地。太后可喜可贺呀！自此以后，我秦军当横扫天下，威震中原。只是下一步，大秦该剑指何处？楚国。当初楚国趁我大秦内乱，拿走了我上庸之地，眼下是拿回来的时候了。母后说的在理，我们替楚国解了齐、魏、韩3国联合讨伐之围，楚王早就应该把上庸作为酬谢还给我们了。除此之外，从长远看，我们要一统天下的症结就在楚国。为何是楚国？楚国几代贤明君主开疆拓土，得国土5000里，几乎是列国的总和。气候温和，百姓富庶，带甲100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。大王，得楚地者，得天下。既然楚国地大物博，恐怕暂时秦国还不是楚国的对手。
现今楚王昏聩，重用佞臣，逐客以资敌国，自内需而树怨于诸侯。所以楚国只是一只病老虎，外强中干并不可怕。只是老臣唯一担心的，是太后因楚国是自己的母国而放弃机会。眼下，我们与楚国定有盟约，如果开战师出无名，岂不被人指责毫无信义？这个太后放心，只要太后愿意，机会会有的。你看，紫兰都已大婚，大王对她将来一点打算都没有。眼下看，尽管公子娶了秦国公主，但也难以动摇太子恒在大王心中的地位。为什么？我们紫兰一表人才，怎么就比不上那个芈恒了？太子已立多年，尽管平庸，但从无大错。乍然要动储君地位，恐怕在朝堂上会引起内乱。晋大夫足智多谋，何事还能难倒你呀？唉，实在是有些无计可施啊。况且他人在咸阳做质子，规规矩矩，恭恭敬敬，想要挑他的不是，也无从下手啊。晋大夫，我记得你在秦国好像还有朋友，那个雍瑞不是和你还有些交情吗？何不让他想想办法？是啊，南侯莫急，容臣筹划筹划。客官慢用。太子，听说对面那家鸭子炖的不错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外面不要叫我太子。是。去吧。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昨日，我收到了一封古怪的书信，说咸阳城有人知道了我楚国太子的身份，图谋勒索，要我当心。小二，打酒！打酒！放肆！这把短剑是谁的？是你爷爷我的。不服气！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无视秦法，你想做什么？老子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你能怎样？闪开！小北，闪开！你们几个竟敢跟我们动手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公子，再见！杀人了！武校尉被人杀了！快走！是我的剑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。子期，你快从后门走，这里我来挡着。快走！